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家博。这周外媒更新了第6周的全球战队排名，这 Top 10除了 T1 屹立不动的位居榜首以外，其余战队的排名都发生了变动。T1 以12胜1负的战绩霸占榜首 ，GN 上周排名第3名，这周以12胜1负的战绩上升到了第2名，而第3名战队则是 TS， 第4、5分别是 RNG、GTG 两支战队也都上升了1名。战绩跟 T1 以及 GN 一样是12胜1败的 GTG， 却被排名到了第5名。难道 LPL 赛区的12-1会不如 LCK 赛区吗？但以近几年的国际赛事成绩来看， LPL 的表现明显远大于 LCK。 不过谁是鸡蛋谁是石头，到时世界赛碰碰就知道了。第6名威武的排名持续下滑，前几周曾经被外媒评选为世界最强战队，如今却一路下滑到了第6名。第7名是 WBG 在战胜威武之后，心态以及手感都回来了，近期还迎来了一波4连胜。第8名 DK， 第9名是 EDG， 第10名是 EG。 大家对于这周排名有什么想法吗？ GTG 有和 T1、GN 一战的实力吗？如果说今年 LPL 赛区的小丑战队是 BRG 和 WE，那 LCS 赛区的小丑战队肯定就是 TSM。 之前从 LDL 买走了2名选手，说是看中了他们的潜力，结果2名选手没打好后直接光速踢掉。而就在最近 TSM 又有场外的消息出来了，根据外媒爆料， TSM 目前是有出售他们 LCS 席位的想法。一方面是 TSM 认为他们对电子竞技的投入过大，在未来他们有可能会切除掉部分电子竞技项目。另一方面是 TSM 认为在北美赛区 LOL 的竞争力太低了， LCS 的收视率也太低了，所以综合2方面的考虑， TSM 有出售 LCS 席位并且加入 LEC 的想法。这个消息一出就迅速引发了讨论。 TSM 是 LCS 的知名豪门战队，虽然这几年基本没什么成绩，一直都是以比较诙谐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但 TSM 在 LCS 赛区中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 TSM 真的离开了 LCS， 那么 LCS 的收视率还会继续降低一大截，加上本来 LCS 的职业环境就不太健康，那到时候恐怕会形成恶性循环， LCS 真的会被4大赛区除名，变成外卡赛区，所以拳头应该不会就这么看着。另一方面是不少网友都觉得 TSM 有点想不开，这么着急离家出走，实属有些慌不择路了。因为 TSM 今年夏季赛的成绩很差， LCS 总共10支队伍， TSM 以3-8的成绩排名第9，仅仅只领先最后1名1个胜场，连 LCS 这种强度的比赛都打不明白，还想去整体实力更强上一个档次的 LEC， 这不就是纯纯的犯病吗？ LEC 垫底队伍直接狂喜，来了一个和自己称兄道弟的好兄弟。至于 TSM 说的降低对电子竞技的投资，这点也真的是让不少观众都绷不住了。前2年最大的新闻就是 TSM 以2年600万的价格签约了 S10 亚军辅助蛇，刷新了 LCS 的最高年薪记录。结果蛇去了之后被抠鸡鸡锤爆，直接表演一波 S 冠和 S 亚的差距，然后蛇就被踢了。先不说蛇本人在 TSM 表现如何，就凭 TSM 这买人的操作，你说 TSM 中间没有点啥门道肯定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 TSM 这波是有点慌不择路了，队伍已经好几年没出过成绩了，老板又被证实了对 TSM 部分员工有违规行为，然后比赛又打得像小丑，场上场下的 TSM 都不好过。这么看的话 WE 似乎还比 TSM 强一点，起码 WE 就是吝啬不舍得花钱，比赛打得差罢了，那个离谱的教练人也没了，还真是全靠同行衬托。值得一提的是 LPL 夏季赛的比赛已经进入尾声， JK Love 目前拿下了12连胜，势头凶猛，而 Bin 所在的 BLG 战队则保留有晋级季后赛的希望。在上一场比赛中 BLG 战队是重新换上了微微和 Doggo， 表现有很大起色。而在最近 Bin 选手也是开启了直播，结果在直播的过程中
他透露了一个和 JK Love 有关的非常有趣的故事。Bin 选手是在2020年为观众们所熟知，在年初转会期中 LPL 的几个解说透露，在休赛期中有一个非常猛的新人上单，来自苏宁，在训练赛中暴打了The Shy。这几个解说应该是没有说谎，这个人就是 Bin。Bin 第一年打 LPL， 春季赛表现不好，但是夏季赛直接爆发，成为了当时 LPL 最好的上单之一。在世界赛的舞台上， Bin 也是险些复刻 JK Love 第一年参加世界赛就夺冠的神迹，最终 Bin 是拿到了世界冠军。今年是 Bin 在 LPL 征战的第3个年头，在 RNG 拿了第一个 LPL 的冠军。现在的 Bin 可以说是生活无忧了，但在打职业之前，其实 Bin 也有一段落魄往事。因为网瘾太大，身上没钱，也经常是饿肚子。他在直播中透露自己吃过 JK Love 的剩饭，当时的情况是在网吧。18年的时候，在学校旁边 JK Love 也来了这个网吧，玩了1个多小时走了。Bin 和自己的一个朋友因为没钱吃饭，太饿了，看到 JK Love 点的盖饭还剩下不少，就过去吃了。而且 Bin 还透露，当时 JK Love 点的是青椒炒肉盖饭。Bin 在直播中还表示说，当时看到 JK Love 很开心。JK Love 在2018年加入 IG， 只有17岁，但是却帮助 IG 一飞冲天拿到了世界冠军。因为 Bin 当时和 JK Love 还处在完全不同的2个世界，可以想象当时 Bin 的一个情况。网瘾少年天天废寝忘食的打排位上分，因为有天赋，所以最后有了打职业的水平，被职业战队看中，然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职业选手。其实很多 LPL 的职业选手在打职业之前都是网瘾少年来的，可以说在网瘾少年的这个群体里面，只有顶尖的那一小撮人才能打职业。其他的网瘾少年如果真没有那个实力，就得早日改掉自身的习惯，然后要么好好学习，要么投身社会，找个工作养家糊口了。很多观众站在旁观者的视角，会对职业选手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评价也比较苛刻。比如 Bin 这个赛季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实际上以职业选手的视角来看， Bin 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选手了，而且他足够年轻，未来仍有机会突破自己，去到更高的舞台，拿到更好的成绩。去年年底 Bin 其实已经想好了，想要加盟 BLG， 只不过 WBG 不愿意把 Bin 给 BLG， 因此 BLG 选择和 RNG 交换，拿到对方想要的上单，结果就成就了今年的这个非常有趣的版本。Bin 本人是比较看重自己在转会期的价值，因此只选择签约1年，等年底再成为自由人。阿博认为 Bin 今年夏季赛的一个表现其实是降低了他的身价，但是 Bin 还有机会，最后几场比赛好好表现，如果能进入季后赛最好，尽可能的打好，然后在转会期中竞争一个好的位置。即使 Bin 后面的表现一般，也可以预见在转会期中 Bin 会是一个比较抢手的上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今年 LPL 上单的整体发挥都不是那么好， Bin、艾拉等选手发挥都没有达到预期。现在表现最好的就是 The Shy 和369，其他上单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因此 Bin 依然会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只不过今年他是没有机会打世界赛了，好好沉淀一下，准备明年找到好队友再冲一波。